医材，他乱飞就要把它弄出来啊！你手机我记住。还好没打包，我看都是牙科。芒果树下以天地为棚，集结数个国家的医护人员与志工，大树下问诊。在树下看诊，以前在墨西哥有过，但是在芒果树下，非洲这是第一次，但是更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实际真的是那一份的一个非常贴近、接地气的那一份慈悲。今天开始做。有没有流黄黄的？啊，发放的屁屁。不啦。当熟悉的诊间变成了黄沙地和炙热艳阳，高温看诊是克难也是考验。太阳开始过来，属芒果树婴儿诊啊，今天的看诊状况怎么样？哦，这是头痛、背痛，还有关节痛。他们遇到一个问题，他们都知道自己血压很高，高到头痛，但是呢，医院没有药了，医院就说没有药了，那他们必须去药房买，可是药房里的药很贵，所以他的困境，他知道他有高血压，医院虽然是免费的，可是药用完了就没了。在莫桑比克，医疗资源严重匮乏，平均10万人只有3位医生，加上城乡分配不均，城市以外医生奇缺。一代风灾袭击过后，乡村医疗站形同废墟，多数只能在站旁空地上摆摊，提供简单服务。所幸风灾过后，慈济志工从及时灾后救助，一步步协助重建，还一连举办6天义诊，包含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牙科与中医共6个科别，实践使怀者行医无国界的精神。风灾摧毁房屋、农田，更严峻的考验是霍乱疫情一触即发。尽管世界卫生组织立刻发放疫苗，但5月莫国北部依然爆发霍乱，短短几天3000多人染病，甚至有人因病而亡。积水未退，整体卫生条件充满考验，不少灾民直接挖井取水，水质污浊，只经过简单沉淀就是生活饮水。摸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肠子，它会好像水肿。的确很容易就发现小朋友肚子一个比一个大。一般有2个原因嘛，一个就是有寄生虫，那再来呢就是有营养不良。蛔虫的话可能会比较胀气一点，就是它真的很，这个真的很大耶。都是感觉都是那个气在里面。都是很看天那种空空的感觉嘛。This one may be too big for her, but I can have a check on her as well. 眼前此景对来自英国的医生是强烈对比与冲击。他的肯定是有皮肤病的，不过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病，我们一般在英国啊是不可能会看到这样子的出现啊。牙齿都蛮健康的。你看这黄黄的，其实就是脓在里面。然后往下压的话，感觉里面有点硬块，所以有时候可能里面会有积累的一些细菌，有点细菌感染的哈。
我在英国当医生是太幸福了，因为家长们对于简单的破皮、胶系水泡、皮破了，他也带来给我们看。OK，请他们听我的。OK， 听我的，我们会来安排。没关系，我用芡子。我们 OK， 照我们排，让他看完一排之后，全部往前移，就不用一个一个每个人在做移动。病人很多，但是大家都是很有秩序啊，那志工都带得非常好。我们现在就是这边在分流，可以一列对一个医生去做分流，每一列我们把椅子排好，让他们的队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对哪一位。这里就是牙科门诊的情形，在这个门帘里面就是可以进去看诊，但现在大家都排在外面。但是再怎么样，再多人，今天也要把它消化完毕。大家还算有耐心，把握难得的机会，能够把今天的牙科门诊看完。到现在为止，已经看了多少？大概有200多到300。那还有多少人在等啊？大概外面还有100多位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就是蛀牙太深，保留不住。问他有没有先吃过饭，若没吃过饭，对，先吃的东西，免得血糖过低。我现在在做高温消毒，把我们的器械先消毒过之后，再继续使用，因为今天的用量真的太大了。每次的高温消毒要多久？45分钟。今天第4趟了。牙科的问题是哪些？除了补牙就是拔牙，而且他们的牙齿越来越难拔，而且他们的牙根越来越大。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小朋友从这个树上跌下来，我们的诊断是有骨折，合并可能的内出血，所以现在要赶快送到这个中央医院去照 X 光。OK， 所以我们已经叫救护车了，担架来了，好。义诊现场突发不断，紧急应变，可以折叠的会议桌变身临时担架。这位孩子怎么了？他说呢，这个小孩他已经发烧了3天了，39度7，温度很高，赶快送到我们的后送医院，赶快马上就诊。他拖不过这2天这样子，这妈妈不知道状况，所以我们在告诉他这个很严重，希望他能够了解。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医疗的状态，几乎没有人看过医生。他们很多的病很严重，但是几乎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处理。像我们刚才来到这边，有些人是有严重的病，他都不知道。艾滋病还有结核病这些问题很严重。这次风灾以后，有人因为这样断了药。这个年轻的女孩是因为发烧，非常的虚弱，她必须要吃一种抗疟疾的药。那当地的年轻志工对这个病人非常的熟悉，就说要吃这个药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只是没有钱买药而已。来莫桑比克特别准备，因为他们这边的马拉利亚是疟疾是很普遍的。那这个小女生来就是发烧3天，那我们刚才就给她做了这样很简单的这个血清血的检查。它呈现阳性反应，那因为这马拉利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，它治疗的药是不一样。学医学了35年、40年，第一次看到马拉利亚。莫桑比克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，义诊现场多亏有当地医学院的学生协助翻译，也是他们最佳的学习机会。张院长，我看你这位病人看了蛮久的，老太太是怎么样？他说他觉得很冷，然后他脚痛，他每天晚上睡觉都很困难。我们好像有很多的病，我们还在努力的听他描述。对，沟通蛮久了啊。因为需要翻译好几次。是。他讲那个方言。是。那这位帮忙翻译成葡萄牙语，再由
医学生翻译给我听。啊，所以难怪今天都要有3位助理来帮忙翻译啊。有一些人过去没有受教育的话，还是讲方言。就连当地已经执业的牙医师也主动前来学习。It's easy way to do the basic tracing. 主任，你在教他吗？对。因为他站了错的位置，连站的位置都要教。对，因为他们站错位置，将来很容易拔错牙，导致会有问题发生。他们是开业5年了，但是经验不足。他们很有爱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政府没有给他们薪水，但还是愿意在政府的医院做事情。小女孩手掌撕裂伤，医师正帮她消毒包扎，伤口疼痛，心里害怕，脸上满是眼泪。慈济志工的孩子 Stacy 能讲中文，也能说葡萄牙语，她用孩子的方法安抚孩子。他本来在哭，可是之后我跟他说，看着我，然后就呼吸说，然后之后他就说擦药的时候，我问他会不会痛，他说已经不痛了。具有神奇魔力解除疼痛的，还有这细细一根针。来自台湾的中医针灸，让莫桑比克民众惊讶不已。确实遇到好几位他会怕，那我们的方法就是稍微安抚他，然后可能叫他 deep breathing 1 2 3，然后就针下去。他们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扎的时候会好像有点吓一跳的痛，可是扎完会舒缓很多。他们是蛮惊讶这样子的反应的。OK。原本举不了手的男孩，针灸几分钟后能向镜头挥手，甚至亚马郡郡长都来亲身体验。他说的症状他说现在没有一点也不痛，都不痛，都不痛。OK。针灸后，神奇的减缓常年所苦的腰痛。他随即回家，也带妈妈和太太都来求诊，更表示未来要将亚马郡民众送到台湾花莲学中医。OK。一连6天的义诊，服务将近5000位莫桑比克民众。而义诊能够顺利进行，背后要靠这几台特别商界来的发电机。没水还可以解决，没电我们所有机器、灯光都不够，所以我们要装发电机，又不能让整间太吵，所以就放在这个角落。只是机型型号有别，义诊现场也是状况不断。职工只能随机应变，见招拆招。电压有点小问题，电压应该是220，不知道怎么弄变成380，所以说又常烧坏。那所以洪师兄又去再把它调整了一下，所以现在感觉到应该开始要可以工作了。吴医师啊，太阳灯帽已经开始可以用了。对啊，头灯可以让你看得很清楚。对，没有错，真的很棒。风灾过后，莫桑比克基础建设更是雪上加霜。这义诊考验的不只是医术，而是大医王们无比的耐心和爱心。贫穷、疾病和天灾，或许是老天残酷的考验，但来自全球志愿者无国界的爱，医护人员史怀哲的精神，一步一脚印地将行动化作祝福，祝愿这块黑色大地点亮光明和希望。